Hello， 我是欧车部，欢迎来到 NBA 杂谈秀。今天要谈的主题呢，相信各位看到标题也知道了，没有错，就是关于 Markelle Fultz 的事件以及七六人的未来走向。那这里先澄清一下，避免还有人还在误会 ，Markelle Fultz 并没有喊 Trade Me， 这一方面只是留言而已。那么关于这一点的部分呢，我会在影片的后段会特别的说明。好的，那么关于 Markelle Fultz， 一个堂堂的2017年选秀状元，为何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出那么多事情呢？这里呢，我们先讲结论，七六人管理阶层的外行和操盘是造成至今所有问题的最大核心，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的简单直白，其背后所牵扯到的关系错综复杂。从Fultz本身的判断错误和伤势疑虑，到球员的附庸，包括了家人和训练师，以及教练团的养成定位和设定等等，这一切问题通通交织在一起，才酿成了现在这一出戏码。即使Fultz预计将会在下周一前往纽约去检查肩膀疑虑，目前七六人在少了Fultz之后的战绩与比赛内容也还算可以接受，但是无论如何，Fultz的问题依然无法轻视，尤其这个问题呢，大部分是七六人自己捅出来的。最主要原因是在于，在 Markelle Fultz 的伤根本还没有完全好的情况下，七六人却硬是赶鸭子上架，而且完全没有考虑到Fultz的球风和定位，就硬塞给他完全相反的角色和设定。伤势问题也根本没有像是对媒体发言那么的了解。虽然说这个地方也不是七六人近几年以来第一次发生就是了，过去9位 MB 有一年的下半季也是搞同样的戏码，那最后的结果呢，还是进场维修了。但是这一种相同的错误接连发生的时候，高层制服组问题肯定是有的。讲直白一点好了，从休赛季到现在，我总觉得七六人在重视Markelle Fultz上，仅只有言语层面上的重视，却没有实质上，例如说战术、养成、定位等等方面的重视。事实上，Fultz的伤势不仅只是肩膀而已，而是还有手腕的伤势互相交替着。然而，七六人对于他的伤势掌握并不是很了解，状态要恢复的情形呢，也都还在调整的阶段，却依然选择赶紧把他弄上场。尽管Markelle Fultz自己本身是有些问题在，但是球团这一种操之过急的动作实在是非常的不专业。对，没有错，我们去年打进了季后赛，而且还挺到第2轮才落败，这样的成绩单确实让不少球迷感到意外，更让球迷们开始认为七六人该准备拼冠军了。因此，相对之下，这一届表现普普，使得更多人开始着急了。老实说，球迷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很正常。只是我还真的没想到，连制服组也跟着晕了啊！从休季到现在，一整个在角色上完全翻转了。照理来说，这一季应该是好好的养Fultz，明年夏天利用薪资空间引进了第一个明星球员，之后再利用例如说 Sarich 加上首轮签之类的东西换到另外一个明星球员。然而本季看起来完全把顺序给弄反了，而且根本就没有好好的养Fultz。老实说，我真的无法理解七六人到底是在急什么啊！而且在 Jimmy Butler 的交易案之后，Fultz压力只会更大，不会更小。你也知道他受伤后需要时间和正确的角色定位来培养，搞成这种地步，到底在干嘛啊？现在的七六人啊，摆明就是希望这个状元，这一个已经花费不少筹码的新秀，赶快兑现实质战力。好，我们先不提这个可能现在期望值究竟有多低好了，问题是你在角色定位上的方向完全错了啊！Fultz本身是一名需要持球才能够发挥影响力的人，不对。纵观而言啊，如果你要养任何一个新秀控球，你不给他持球的话是要养个毛啊！但是他在七六人战术定位居然是跑无球。好了，我知道讲到这里呢，我想各位应该也会接下一句话了。没有错，七六人摆明就是没有要把他当控卫在养。没有错，七六人有 Ben Simmons 这种球员，看起来好像也不太需要一名控球后卫。问题是，你真的认为 Ben Simmons 能够当控球吗？这个问题是达成所有共识的关键。如果我们没有共识的话呢，我后面也不用讲，你也不用听了。我不否认他在转换快攻和全场空间感上 ，Ben Simmons 毫无疑问的拥有非常顶尖的视野水平和能力。问题是到半场阵地战上 ，Ben Simmons 并没有像一般控球后卫的技巧和标准。我们在季后赛对上的塞尔提克系列战根本一目了然，而总教练 Brown 呢，则是一直死撑到0胜3败的绝对落后，才愿意改成 TJ McConnell 主控。事实上，我认为 Ben Simmons 在半场阵地战的视野和能力是被高估的，再加上他贫乏的外围投射能力，七六人没有球员具备的在对手防线游走，并伺机的观察和传导给弱边的后卫，或者说是有的，但是他们选择不用，或者是不这么的用。照理来说，Fultz正是这个角色的最佳解答。事实上，他本来就是那种持球型的后卫，就算你把他摆2号位好了，他也应该要是具备持球能力的2号位。但是偏偏七六人把他拿来跑无球，一个持球你把他当成无球在养，这样是在养成个屁啊！那究竟是为什么搞成这样嘞？还不是因为一名固执又极度溺爱 Ben Simmons 的总教练，死命认为 Simmons 摆上去就能够解决一切的 Brett Brown。球权不够分是一回事，问题是你想不想要分？确实 ，Brown 这一季的难题明显更大，他也的确尽力的分了球权给Fultz。
然而，这是在不稀释 Ben Simmons 球权的前提之下，因为他总是坚持 Ben Simmons 能够打控球，能够做控球任何一件事情。但其实 Ben Simmons 还是比较适合成为中继的传球者。况且本季为了想要赢球 ，Brett Brown 几乎疯狂的设计给 MB 打，确实这样 MB 的场均出手暴增至19.4次，得分更是上涨至28.1分。问题是这样的超 MB 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啊！真正的打法不是应该要让团队帮助球星吗？考虑到他的伤病时，你确定你要这样抄？又或者呢，我们把问题追溯到源头。什么时候七六人变得需要 win now 了？等一下，不要误会，我当然想要赢球，但是七六人该着眼的绝对不是现在。如同威利 T 大在开机分析的标题所提到的，耐心和忍耐。夺冠这种东西是一场长久的征战，你不能为了小小一场胜利，而最后却输掉了整个战役。七六人当然有机会成为竞争冠军的劲旅，前提是不要一直浪费 Sam Hinkie 的遗产，以及过度急躁的操盘。例如说，把伤还没好的 Forbes 赶上场去，要他立刻去面对全部的压力。靠，他才20岁而已，比你我还年轻但是已经自行加速过程的管理阶层在巴特勒交易案之后，确实进入了骑虎难下的阶段。我并不讨厌巴特勒，事实上我很喜欢他，而他的到来的确也替七六人在进攻端上跑位活络不少。前几天关键的防守加上了绝杀黄蜂，确实让我喊真香。然而在阵容的配置上 ，Brown 僵化的调度和调配还是问题的所在。前面也提过了 ，Forbes 是一名需要持球来养成的球员。如果你真的想要把他当未来来看待的话，就算把他摆板凳好了，先发阵容也应该要摆上和他相同功能或者是技能的球员。如此一来，在之后Forbes找回状态的实力，并重返先发的时候，阵容搭配上才能减少一些问题。是的，也就是说，先发不应该摆上威尔森圈的，而是应该要解冻 TJ McConnell， 让他上场控球。但是很显然的，一如我刚刚所提到的，即使经过了塞尔迪克季后赛系列战的洗礼 ，Brown 依旧认为 Ben Simmons 仍然可以完全主导球队控球和组织，进而无视季后赛表现亮眼，而且是真正有能耐和智商的好球员。McConnell 的好，只要有看比赛的人一定都能够感受到，这是数据难以量化的贡献和影响力。可惜 Brown 始终难以看见和重用他。不过这部分就算了。说真的，我并没有很想要把所有的错误归咎在教练团上。Brett Brown 是一个好教练没有错，我相信他也够努力了，只是方向不太对。作为一个过渡期的教练，你确实也不能奢望他太多。况且就像我刚刚讲过，这一件事情真的非常的复杂。除了刚刚提到的制服组和教练团之外，包括球员和球员附庸等等也有问题存在。因为在改投篮姿势这一件事情上，恐怕是有不少部分是球队没有办法管理的。毕竟球队不可能24小时随时随地都跟在球员身边的。这里呢，我们先把时间轴往前推到去年，来解释一下 Forbes 在修改姿势的来龙去脉。Forbes 其实在去年夏天就已经有在修改罚球的姿势。球队训练的影片流传的时候呢，包括了 Forbes 和总教练 Brown 都异口同声的证实了，他确实有在针对姿势做出了修正。在这个时候 ，Forbes 的训练师是一名叫做 Kath Williams、Forbes 母亲的朋友，以及从小都混在一起的训练师。如果你有在追七六人的相关动态和新闻的话，你肯定对他的名字不陌生。对，他就是提倡让 Forbes 躺在地板上练投的奇葩。我不敢说是不是因为他的功劳导致了 Forbes 后续发展的问题，但很显然是有些影响的。Forbes 在去年10月底被经纪人爆料，他早就深受肩膀伤势长达1个半月。对于此呢，七六人赶紧将他停赛，并接受了物理治疗。于是观察了3周、3周又3周，Forbes 的回归遥遥无期，直到今年3月底才总算的回归赛场。但是这时候的 Forbes 并没有如预期般的找回过去 NCAA 的身手，对于他的真实情况和相关的消息也是非常模糊不清的。直到今年6月的小颗分身账号罗生门事件之后，才总算爆料出来 Forbes 在姿势修正的真相。事情发生在去年的4月 ，NCAA 赛季结束，前面提到的训练师 Kath Williams 居然是使用这种方式来强迫 Forbes 改变投篮的姿势。Excuse me, what the fuck？ 好，算了，这些都过去式了。Forbes 也在今年夏天和9位 MB 一同前往了洛城，并正式和知名的训练师 Drew Hannon 合作。其实两个人在去年11月就有接触和做一些训练，但是直到今年夏天才真正的开始合作。这名训练师在业界算是非常有名的人物，合作对象包括你们都耳熟能详的球员，像是 Bradley Beal、9位 MB 和 Jason Tatum 等人。而在夏季的这样热身赛的训练影片当中，我们也能发现 Forbes 的出手机制明显好了不少，一切看起来如此的光明没有错。那为何现在又搞这一出事件呢？因为其实 Forbes 依然还是有和刚刚提到的 Kath Williams 合作，即使夏天已经接受了 Drew Hannon 的训练，而球队对于这件事情呢并不知情。那相信各位也知道，最近的消息指出了 Forbes 已经和刚刚提到的 Drew Hannon 结束了合作关系，但并没有真正原因流出来。直到了昨天，国外的知名专栏网站 The Athletic 的一篇文章指出 ，Forbes 的母亲对于 Hannon 的训练成效并不是很满意，甚至在赛场旁边大吼大叫。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这一段合作关系结束。有趣的花边
新闻在于，刚刚提到的 Keith Williams 对于 Forbes 来说已经是宛如家人般的存在，而他正好也和 Forbes 的母亲拍拖当中。我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拍拖啊，不过这应该不是重点。所以的确，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的确算是家人了啦。那个人猜测，即使到了现在 ，Forbes 应该还是有和 Keith Williams 合作，因为在结束与 Helen 的合作关系之后 ，Forbes 的投篮姿势也开始自由奔放了。只能说球员的家人真的是很麻烦的区块啊。虽然这湖人那个最近好像蛮安静的吼，毕竟球坛部分确实也很难控制这一块。讲到这里呢，其实应该大多数人，包括我，都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复杂了吧？说真的，即使多了这一则外电这一篇报道的辅助，关于 Forbes 伤势的疑云呢，依然还是各说各话。或许球队的制服组和教练团在使用 Forbes 上的确是有错误和过于急躁的操盘设定，但是呢，在他本人真正的伤势疑虑上，显然在球团和球员之间的沟通产生了问题。而沟通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双向的，所以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几乎可以肯定是两边都有问题。尽管七六人过去在评断9位 MB 伤势上有过争议，而那确实也是七六人自己内部的问题。然而高层早已改朝换代，因此尽管嫌疑还是不小，尽管七六人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反应慢了好几拍，但是单就 Forbes 的伤势评估和训练师的问题，恐怕是全部都有问题。只能说这种事件呢，总是会有很多层面环环相扣，所以我只对于制服组和教练团在使用和定位 Forbes 上的操作做出了批判，但是在确切伤势和训练师上，我实在很难做出评论到底谁对谁错。然而木已成舟，时光无法倒流，在还没有搞出这些鬼东西之前 ，Forbes 对我来说是无法动到的资产，即使它需要时间养成也是。但是在交易进了巴特勒和这后续的动作之后，我几乎可以确定七六人对 Forbes 的耐心已经逐渐的消磨当中，而角色定位的部分显然除了换教练之外别无他法。但是现在会是一个换教练的好时机点吗？Forbes 真正的伤势情况究竟是什么呢？这一些疑虑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区块。说真的，看了七六人这么多年，算是少数让我感到无力的时刻。尤其这种消息和状况查到越多，整个事件来说也只会越来越扑朔迷离。虽然说 Forbes 并没有真的要求说要卖我，事实上整个留言也不过是 Forbes 的团队内部讨论当中，认为新的环境对于 Forbes 来说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无论这个新的环境指的是哪一种新环境，这个答案和结论确实是耐人寻味的。首先，根据报道指出 ，Forbes 将会在下周一前往纽约拜访关于肩膀伤势的权威，希望这一次真的能够查出一些什么吧。好了，收听者，这大概是我有史以来整理最累的一次杂谈秀了。毕竟各位也知道，在过去以来，杂谈秀的类型其实比较倾向比较轻松的方式，只是这一次要讨论的议题实在是有够复杂的。希望这样讲到现在的各位应该还没恍神吧？好，如果你觉得本支影片有漏掉什么情节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纠正和讨论哦。那影片的操作告个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观看。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和分享。怕错过我的新影片和直播的话，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按钮，就不会错过了。想要看到更多即时的资讯和看法的，欢迎到我的 FB 粉专或是 IG 上逛逛。我是后车部，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对了，关于巫师的那个清仓大拍卖的事情，我应该会特别出一支杂谈秀来讨论啊。毕竟好像有不少人其实想要看影片而不是直播，当然这我能理解啊，因为毕竟直播都蛮长的嘛。总而言之，我会做的事大概下周吧。